我最近打算重启一下2.75年前那个挑战，就是1000层蛋糕到底能不能做成1000层？根据我们当年的计算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干出来的，但是难度就在于2天1宿也是完成这个事儿的最大时间限度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干到多晚，第一天我们必须得摊出1000张饼来，这是团长下的死命令。我操，这个强度实在是太死亡了，那干到后半夜的时候人都木了。我当时是抬头看了一眼凌晨3点的钟表，又低头看了首流水线的老嫂，当时我就一个感觉啊，我说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等打奶油抹蛋糕的时候，我们同步开了3组生产线，这已经是我们厂能开出的最大效率，但是依然是杯水车薪，3小时才抹了100多层。好在呀，当时开了会儿直播，我有个干黄4个甜品店的朋友看着了，他就给我发了个私信，他说你们要是心不脏的话，其实可以试试用手抹。完，正等我们琢磨它这招好不好使的时候，手机开始叮咣响，一看原来是微信提醒开奖了。前2天朋友微信给我发了个抽奖链接，是拼多多官方为了回馈用户对百亿补贴和万人团活动的支持，真金白银做的补贴，入口就在我视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，反正也不花钱，大家可以点进去试试看，点击链接就能参与。后来我们戴手套试了一下，他这办法确实挺好用，那抹的是又快又匀，快到我这一桶奶油还没打发呢，上一桶就已经抹完了。而且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说是神之一笔，真的，要是没有它呀，我弟那俩眼珠子今天肯定是因为抹蛋糕扔这儿了。抹完了1000层之后，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几个碟摞起来。当时想了很多办法，最后还是感觉用手稳一点。前面摞300层的时候一直很顺利，但是摞到第500层的时候它就开始栽歪了。然后我们用筷子矫正了一下，摞到600层的时候依然很稳固，但是到第800层的时候天彻底塌了，就是它已经没法保持平衡了，而且由于太重了，下面的都有被挤碎的了。最后200层摞的时候就纯靠人把着了，甚至感觉一喘气就要塌。后来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5厘米高，其实正常应该是在90到100厘米之间。这蛋糕切开还是挺好看的，那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完整切面，只有分段切面。做完这个蛋糕那天正好赶上我过生日，他妈搂个这么大个蛋糕吃，这生日过得可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你吹你妈呀！我奶呀87了，从来没吃过蛋堡。完了，他还洗命，他觉得外面那种小摊的肉不好。我干脆买个机器，我说咱回家自己做。但我也没做过这玩意儿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在夜市上吃的这些师傅，做的不行。后来终于让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从来不加糖。你说这个那他气不气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就3步：把鸡蛋整熟，把肉馅整熟，把糊倒进去，给他们都整熟，勤刷点油，把那皮儿烤脆了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酱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这边在那吃，那边枪毙你二大爷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爷我奶一人空口吃俩，完我奶让我再烙一锅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没肉馅了，我说我下楼买点，我奶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，说没有就别往外折腾了。奶这正好有一盘肘子，你看能不能凑合凑合？这肘子放的确实比肉馅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锅就让我奶锁保险柜了。完我把大家剩的米饭做成烤饭团了。我弟说这个热量爆炸呀，这得运动运动再吃。他拿那华为电子表设了一个1000米的燃脂跑，这表是前2天我俩趁得物活动买的，打完折才500多块钱。经典的外星人表盘，还有好多运动功能。这2天正好有官方的限时补贴活动，除了数码产品，衣服鞋都打折。点评论区链接或者上得物搜126962就行。完我弟跑了没有200米就瘫沙发上了，热量还没爆炸呢，心率先爆炸了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我这个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块。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话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卖3块。完临走之前，给我爷我奶明天饭也安排出来了。早上喝粥吃土豆丝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红豆饼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说你不行，你买俩花卷上来吧。你爷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饱啊。哎呦我操！我舅他们要上三亚了，我妈张罗大伙来家小聚一道。这老年人效率真高，恨不得上个月就把菜单定了。有这个茄汁酥鲫鱼，还有这个辣椒炒肉拌的小锅饭。我舅点了一个椒粘的大席肘子，他说太馋了，2年没吃席了，要是再吃不上，只能年底给我舅妈办一下子2婚了。完了，做了一个葱烧猪排，还包了几个大块牛肉馅的包子。给我姐做了个小炒黄牛肉，特意放了不少香菜。但是她来了之后问我说能不能给办个凉菜，我说这么多肉你吃凉菜干啥呀？她说你别问了，这个点儿我应该在朋友圈减肥呢。
买了点腰子、五花和肥油，做了一份炸三样，感觉就50来岁人愿意吃这玩意儿。今天的前账菜是生蚝给包，还有一份排骨鲍鱼汤。这汤里吧，按说应该有点青橄榄，但是我一个没看住，我就把我那一盘青橄榄给我吃了。后来汤里这点甜味儿，我只能放点梨皮。完最后做了一锅酱羊蝎子，这小锅是我趁得物有活动时掏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冬天还能在家涮个锅子。他们现在还有官方的限时补贴活动，贼合适啊！很多热门款你搜402就能1元秒杀，赶紧上评论区掏它呀！我弟说这锅盖借我用一下子啊，我跟人出去打仗当帽子。来吧，吃上香了，喜肘、牛包、窝腰、炒牛、排鱼、酱蟹、烧排、酥鱼、蚝鸡、炸三、锅饭、美酒，咱就这么几个菜，我们先吃上了。我最近要肘子配方的太多了，我发一个家庭版本的文字教程吧。料指定是没毛病，我乃300多个肘子试出来的，但咸淡你们就自己掌握吧。你要这都不能自己动手试一下的话，我就差他妈喂你了，宝子。哎呦我操，倒多了，就这些玩意儿，女生绝对愿意吃。无敌海鲜套，这就齐活了，铁子。哇塞！谁敲门呢？可能是我爸啊，他也想吃川锅底儿啊。叔，你喝点啥呀？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嗯，好。其实我阳台有束花，我还拿吗？好，你瞎不跑。女同事要上家来看你了，这一锅面条子你也挺有面子，但我只能自己吃了。我终究还是我还是不行。想招给他俩整碎他，安排他俩在一起。想招给他整化他，就这么地吧。咱说你给女同事整这玩意儿心细一点，这他要敢说一句不好吃，我腿他妈给他打折的。烤破这块带去呗，正好多分几个女同事，找个地方酿娘，正好能找个没人的地方给他酿一宿。咱说你给他带2块这玩意儿去，不吃迷糊他呀？不是红，你不减肥了？我等会儿口嗓子有点吐了。你说切他妈4块，就一个女同事吃着了。今天是我们在这小院的最后一天了，假期要结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睁眼睛就下午3点半了，只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吃顿好点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炉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的是铜锅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锅太让人兴奋了，尤其是现在这天，小冷风往脸上一吹，小麻酱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这画面有夕阳，有小院，有涮肉，这要再有条金色小狗在地下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环顾四周，我们几个黑不溜秋的，谁都没法胜任这个角色。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们来之前算了算，已经快1个月没吃串了。1个月呀！你不知道一个东北人是怎么挺过来的呀？完，今天烤点羊肉串，烤点大腰子。出发之前检查好几遍，忘带泳裤都不带忘带这点腰子。完，趁他们烤串呢，我要偷摸给前女友买点东西。最近3月8得物女孩节，老多大牌美妆都打折了。阿玛尼口红比专柜便宜1半 ，SK2 的套装5件套才400多，还有香水、防晒、眼霜啥的都贼合适。从评论区链接点进去，还有专属的优惠活动呢。你们要指不上前男友，就赶紧趁现在补货。完，我买完了，这串也烤好了，孜然的香味一出来，我当时就开悟了，这人活着呀，我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煮了一锅疙瘩汤，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，打了2个温泉未遂蛋。事实证明24小时也不熟，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这连住1周，我认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这蛋多长时间能熟。完，热乎喝点疙瘩汤，我弟又上池里泡去了。你说这小子多没正事，开300多公里来干啥来了？早晨本来就没起来，温泉泡2下就得了呗，不赶紧找准自己的东南西北，再摸上99、80一圈。完，我们打到2点多出门放烟花去了。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让他们赶紧抬头看。我弟给我个大波溜子，非说啥也没有。我寻完了，我哥俩这麻将打的，指定有一个是白内障了。我最近在家琢磨，1000层蛋糕到底能不能做1000层？我找了个教程，一顿神算，发现只要厨房举架够高，这事儿没啥难。但是当我干上之后，我发现我少算了一个变量，就是能力。我看那老师1分钟能烙好几张饼，但我们2分钟只能烙出3张饼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不吃不喝不尿尿，光烙饼皮就得30个小时，要全做完就得50个小时不合眼。那还吃啥蛋糕啊？那不他妈直接吃席了吗？
后来就决定干到明天早上新突突，看看到底能干出多少层。完干的着急，就决定不夹馅了。我们给榴莲都吃了，好家伙，第3天打嗝还反味呢。然后分了2个转台抹奶油，寻思最后再合一起，这样能快点。他俩干的吧，还像那么回事，但我俩干这个怎么看怎么跟小胖连线啊！这也就是自己家吃，这要出去卖去，别说给钱了，都能给我2个大逼斗。后来我俩实在不招人待见，就打奶油去了，打了一宿，越打越上头，早上胳膊都不一边粗了。当时直播间还有人计时呢，打一盒奶油大概30分钟，我弟都看懵了。他说别人打奶油用的都是大臂发力，咱家不是啊，咱家全靠2臂。完干到2天，我们同学扛不住了，他还挺养生，带了好几瓶小鲜炖的鲜炖燕窝。这个燕窝都是下单鲜炖，每周冷鲜配送的，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，配料只有燕窝、冰糖和水，保质期只有15天，捞丝特别浓稠。我有幸尝了一口，口感和新鲜度都非常好。总熬夜看驴的姑娘可以多备点。然后他走了，我们又干了4、5个小时，干到早晨8点多，真干不动了，就感觉已经形成质量守恒了。这个蛋糕每增加1层啊，可能对应着我们的寿命就要减少1年了。最后这俩加起来也就将近400层，干了20个小时才干这么高。我最开始却还考虑过举架不够怎么办，我可真幽默。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就是没把他俩合起来，这玩意儿你说不切开谁能分清它是地雷还是千层？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要准备的好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干出一个真正的千层蛋糕的。我打算缓1个月再挑战一次，但最近肯定是不可能了。这点玩意儿打包了30多盒，我们吃了2天，第3天这个奶油味和榴莲味一起反上来的，我太让人沉醉了。